去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？怎么选啊？加拿大有北极熊、加拿大鹅，澳洲有袋鼠和树袋熊。这我都知道呀。嘿，你好，我是静香，很开心你在新的一年仍然支持我的视频，也祝你2021年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哦。很多人在考虑留学或移民时，可能会同时想到加拿大和澳洲这两个国家，但是对这两个国家呢，并不那么了解，好像都挺好，也好像都有点各自的缺点，到底怎么选择呢？不如听我聊聊这两个国家的不同之处吧，相信看了之后，你就会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第一点，气候和环境的比较。气候和环境呢，在哪里都是不能忽视的，也是大家考虑一个国家是否宜居的主要因素吧。这里我们也排在首位。澳洲在南半球，加拿大在北半球。澳洲温暖的地方更多，除了靠近南极比较近的塔斯马尼亚和维多利亚州，其他地区不太冷。北部的北领地甚至处于热带地区，所以在提到澳洲的时候，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阳光、沙滩、美女的画面。拿澳洲的知名城市悉尼举例吧，悉尼大致属于南方，全年气温平缓，降水也很稳定，冬季呢也不会过于干冷，夏天呢则有些炎热，但极端高温也并不常见。加拿大呢是大陆性气候，很多地区冬天长期严寒，11月到来年3月都可能会下雪，气温在5月到8月会转暖。当然，加拿大呢，不是所有地区的气候都像普遍情况那样寒冷。位于西海岸的温哥华多次被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。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的温和的气候功不可没。虽然冬天会经常下雨，但是比起寒冷的雪天，大多数人更容易适应。多伦多呢，则四季分明，冬天虽冷得令你猝不及防，但也不会像魁北克那样气温会低到零下30-40度，而夏天呢，又是典型的湿润气候，跟中国东北地区的气候很像。我们再说一下两国的宜居面积，澳洲国土面积770万平方千米，但是宜居的面积并不多，沙漠、雨林、矿山这些地方根本没法住人，大约230万平方千米的地方可以住人。而加拿大呢，尽管有2/3的国土处于极低气候和高山地带，但是居住面积呢要大于335万平方千米。有些靠北的城市真的很冷，但好歹能住人啊。比如西北的育空都有移民项目，而且旅游业发达，白马可是看极光的好地方啊。而且在加拿大呢，室内交通工具都有暖气，中部和东部的很多学校和商场也都有通道相连。比如蒙特利尔很有名的地下城Montreal Underground City， 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，有2000个商店、200家饭店、34家电影院、2所大学、10个地铁车站和2个火车站，是世界最大的综合设施建筑，没有之一。老天虽然给了寒冷的气候，但是人类的智慧可以战胜一切啊！即使走在路上，也是在运动啊。真冷你就买辆车呗。东北人还不是在东北生活的好好的，怎么一些人提到加拿大就觉得冷得不适合居住了呢？总体来看，喜欢四季分明的人，加拿大比较适合你；喜欢平缓一些的，最好还是去澳大利亚。第二点，经济情况比较，这两个国家呢都人口比较少，加村呢3800万不到，澳村呢2600万。加拿大地域辽阔，自然资源丰富，国民经济主要产业包括林业、服务业、制造业、能源行业和高科技产业等。加拿大也是少数能源净出口国之一。大西洋沿岸拥有最大的海上天然气储量，而艾伯特省呢也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。加拿大同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供应国之一，也是锌、铀、铁矿石等矿产品的出口国之一。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南部和魁北克省地区，也有相当规模的制造业、汽车和航空业布局。澳洲呢，则农牧业发达，自然资源同样丰富，有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。澳洲长期靠出口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赚取大量的收入，盛产羊、牛、小麦和蔗糖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矿产资源生产国和出口国。澳大利亚的高科技产业近几年呢也有较快的发展。第三点，教育资源、留学政策和成本的比较。对于本地人来说呢，加拿大和澳洲都是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，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呢也都是比较高的。先来说一下加拿大。加拿大是大学和学院有近200多所，
多伦多的多伦多大学、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、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呢，都是常年位于加拿大前三大大学。澳大利亚的学校呢，在世界排名上呢更占优势。澳大利亚8大也是中国人最爱去的学校。QS 最新发布的2020年世界大学排名中，包含全球1000所知名大学。加拿大呢，共有7所大学进入本次 QS 世界大学排名 Top 200。澳大利亚呢，共有9所大学进入世界的 Top 200。8大中的7所大学呢，均进入世界大学的100强。那么加拿大和澳洲哪里的教育成本更高呢？我们拿硕士举例吧。加拿大硕士分为研究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。研究型硕士1年学费在1万加币，专业型硕士呢在2到3万加币左右。此外，住宿、医疗保险、日常消费，包括交通、通讯、购物等的费用加起来呢，也要10万人民币左右。去加拿大留学读研的费用呢，一年下来要准备15到30万左右。澳大利亚研究生学制呢为1到2年半，根据不同学科呢，一年约28000到42000澳元。在澳大利亚移民局给出的官方参考上，澳大利亚留学生的生活费用为大约每年为2万澳元，也就是一年的生活费约10万人民币。如果按照平均学费计算，一年总费用为5万澳元，约等于25万人民币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加拿大留学成本比澳洲要略低一些。第4点，移民政策的比较。2020年到2021年呢，澳洲的移民配额总数呢为16万人，而加拿大呢，2021年到2023年加起来为123万多人。所以这么算来，澳洲3年的移民配额才相当于加拿大1年的。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并不是一直这么友好的。追溯到2009年呢，加拿大保守党上台，2012年一刀切了联邦技术移民，2014年呢一刀切了联邦投资移民，还曾暂停了亲属担保移民。一刀切的意思就是呢，无论你已经提交了申请1年多还是很多年，全部取消。但是虽然取消了联邦投资移民，又增加了大量的省提名项目，把移民的审核权转移到各个省份。澳洲呢，主流项目维持在技术移民和几个投资移民项目，在移民的方式和难度上比加拿大门槛要高很多。2016年呢，加拿大自由党又上台了，总理特鲁多推出了100万新移民计划。但澳洲呢，虽然是工党和自由党交替执政，但是在移民上呢，基本没有推出什么更宽松的政策。457签证取消，几百个职业从移民职业清单中移除了。而且留学生呢，毕业后想通过技术移民留在澳洲呢，雅思要8分，希望才更大。对比技术移民这类项目，两个国家说实话都挺难的，竞争也都很激烈。加拿大呢，大学毕业后可以最多拿3年毕业工签，在这3年的工作时间办好移民，即使在温哥华或者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，也并没有那么难。关于3年毕业工签，我在这个视频里有详细提到过。在省提名项目上，加拿大会比澳洲多出许多选择，比如去较偏远的曼省、新省，可以考虑去农场、餐厅或者去做蓝领工人。澳洲呢，虽然有偏远地区项目，但是选择没有加拿大那么多，而且州政府在移民话语权上呢也一般。但是相对于投资移民来说呢，尤其是 188C 这种大额投资移民，有钱投资呢就能直接拿澳洲身份，所以对于土豪来说，澳洲比加拿大移民更容易。但是综合来看呢，加拿大的移民难度还是低于澳洲的。第5点，福利比较。两国呢都是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，都是全民免费医疗体系，都为未成年子女提供儿童福利金。有关加拿大的具体福利介绍，可以去看我这个视频。唯一比较重大的差别是在退休金的发放上，澳洲是18岁之后，在澳洲住满10年就可以拿全额的退休金，而加拿大要苛刻一些，必须住满40年，少住1年呢就减去1/40。关于失业金呢，普通失业金在澳洲需要住满2年才有资格领取，加拿大是半年。不过加拿大限制条件比较多，根据申请人所在的城市以及工作小时数呢，领取时间为14周到45周不等。澳洲呢则无限制，只要有找工作的意愿，但是找不到工作就一直可以领下去。当然政府呢会根据你的找工作的情况。在2020年疫情期间呢，两个国家呢都推出了紧急失业金政策，以更宽松的条件呢，让更多的国民领取到了疫情期间的特殊福利补贴。加拿大呢是 CERB 和 CRB， 符合条件呢，每个人可以领税前约2000加币。澳洲呢则是 Job Seeker 失业补助，每个月2200澳元左右，基本都在1万人民币左右。第6点，华人圈比较。加拿大呢自然是属于北美圈，这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广泛了。对于美国的华人圈和加拿大的华人圈，
几乎没有太大的隔阂，两者呢都会互相关注。这样呢，比起单独的澳大利亚呢，可能会更有优势去接触一些第一手的资源，包括文化、政治、体育、科技等。同时呢，在华人最多的多伦多、温哥华和蒙特利尔地区呢，几乎已经有了一整套的华人生活系统，包括衣食住行、吃喝玩乐，在国内有的，这里几乎都有。有时候看到满大街的中餐馆，会突然有种回到国内的感觉，这也是我选择留在这里生活的原因吧。就拿餐厅来说吧，温哥华的港式早茶的味道可以跟深圳和香港的媲美。现在呢，还有很多内地有名的餐厅蜂拥而至，比如全聚德、海底捞、付小姐在成都等。奶茶店就不用提了，基本内地和台湾有的奶茶这里都有，比如一方、真主丹、五十岚这里都有啊。第7点，其他方面比较。接下来说点好玩的吧。加拿大和澳洲呢，两国的开车方向不一样。在加拿大呢，开车是靠右边行驶的，和中国一样；而澳大利亚呢，和英国一样是靠左行驶。所以很多地方呢都留一个标记，靠左行驶，避免有些来自靠右行驶的国家的人呢，开车跑到了右道上去，造成面对面的交通事故。部分地区的加拿大人呢，可以随时跨国购物，而澳洲人呢，则无法享受了。这由于呢，加拿大紧邻美国，很多人周末开车去美国购物，甚至我听说呢，就为了美国的油价便宜，去美国绕一圈，就为了加个油，享受美国的便宜物价和更丰富的商品。举几个城市为例吧，比斯省的大温地区的白石镇，安大略省的著名景区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加拿大最靠南的城市温莎，都是与美国相邻的，开个车呢，直接就过去了。尼亚加拉大瀑布呢，有一个旅游项目，就是坐船呢去到瀑布近处去感受瀑布的磅礴。大家那时候呢都要穿雨衣，因为瀑布的水量很大，水花会从天而降。瀑布呢是位于美加边境的，所以美国和加拿大两边的瀑布公司呢会同时各发出一艘游轮。在疫情前呢，两国的人民在游船上呢都会互相友好的打招呼。但是疫情的时候呢，据说美国那边的游船没有限制人数，加拿大则限制了人数。然后两船交错时，加拿大船上的游客呢，看对面有那么多的人都。总的来说呢，加拿大和澳洲呢都是安定、自由、民主的国家，其医疗保健体系呢也是很多国家无可比拟的。两个国家呢都各自有优势，不能说谁比谁优秀，只能说适合不同的人。以上呢仅是我的一点点看法，我对加拿大了解更多，欢迎各位看官呢在留言区互动补充。岁月静好，还看静香，我是静香，愿与你分享北美生活心得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就请一键3连，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发个弹幕，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吧。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